Hello，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早中晚上好，这里是旭日梦。本周的每周人物，我们要讲的是1066剧本的南方群岛小国王于德勒德。在视频开始前，先叠个甲 ，CK3 不等于真实历史，游戏机制更是完全不足以100%的复刻真实历史。依旧是先来做个背景科普，于德勒德呢，他不像是上期的阿绍特一样，在战略层面上很有手段能力。他的不简单主要体现在战术和个人生存能力上啊，相对来说他的人生算是很纯粹的北欧爽文了。本期介绍将会分为5个章节来介绍。第一章节，斯坦福桥之战。首先啊，于德勒德在历史上的首次登场就是1066年，不过他不是像 CK3 里一样作为南方群岛加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公爵登场的，而是一个维京战士，现在应该正在跟着挪威国王无情者哈拉尔进攻英格兰，并在游戏开局10天之后，也就是真实历史上的斯坦福桥之战战败之后，成功逃生到了马恩岛。再说为什么是逃生呢？因为这场战斗啊，对于挪威大军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挪威方呢几乎全军覆没，甚至包括国王哈拉尔在内啊也死了。而于德勒德他作为其实严格来说啊，就是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因为他的出身非常显赫，他来自于西古尔的宗族，是伊瓦尔这支的后人。867年开局的比约恩铁骨、哈夫丹白山，还有西古尔的蛇眼什么的，那也都是他祖先。1066与1178年开局的丹麦国王也来自于这个宗族，所以说呢，他至少也是一位军中的年轻将领，或者是领导着来自爱尔兰都富林军队的将领。总之啊，就是他在这么一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秋季遭遇战中能够脱身而出，那真的不简单。第二章，鸠占鹊巢。逃离这样的战斗之后呢，一般人都会想着兵败如山倒，肯定是先回老家再说。而于德勒德非常敏锐地认为啊，当时他的基本盘所在地都富林不能回了，当地的都富林领主是倾向英格兰而非挪威的。这要是回了都富林，非要被都富林的领主啊五花大绑归亚父，带上口球顺丰快递发到伦敦作为礼物，所以他去了马恩岛。马恩岛领主呢，也来自于西古尔的宗族，虽然说差了无数本，隔了108000里啊，那也是亲戚。收留他的正是106开局的马恩岛统治者。就这样，于德勒德在马恩岛远房亲戚的庇护之下，在马恩岛待到了1070年啊。这一年呢，马恩岛老国王去世了，权力出现了动荡。于德勒德又一次敏锐地嗅到机会，他即刻前往了马恩岛北部，同样处于权力真空的赫布里底群岛，也就是苏兰西部名为南岛的岛屿群。于德勒德呢，在这里招兵买马，集结了一支舰队和一群死心塌地的诺斯盖尔战士，将赫布里底群岛打造成了自己的核心权力基本盘。之后的9年内，他亲率军队进攻了3次马恩岛啊，前2次毫无悬念的铩羽而归，第3次他放弃了正面作战，通过夜间登陆战加伏击战术战胜了马恩岛军队，成功的鸠占鹊巢，上演了一出这个农夫与蛇的经典故事啊，史称斯凯山战役。战后，于德勒德呢选择掀桌统治，原住民只能住在北边，南边都分给了他从赫布里底群岛带来的小兄弟们，并且规定所有人啊都没有任何一片土地的世袭权，所有土地都归他一个人所有。第3章，爱尔兰海教父。虽然手段残暴啊，但是自从他统治马恩岛开始，这座岛经历了难得的和平繁荣阶段。当然了，这个结论啊不是纯靠猜测，有一定的佐证。比如说，考古学家在马恩岛发现的几十处银币窖藏中，大部分都集中于1030到1070年间，在于德勒德统治期内，这个数量骤然减少。军事方面，于德勒德数次击退了来自前统治家族想要复辟的军队，并且大力发展与整合赫布里底群岛和马恩岛的兵源，成为了爱尔兰海说一不二的教父存在。为了能够维系自己在爱尔兰海的绝对制海权，于德勒德搞了个3螺栓限造令，严禁周边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造船的时候使用超过3个铁螺栓，在物理上啊锁死了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可能性。1091年，于德勒德又攻下了西欧最富庶的港口之一都富林啊，可惜没守住。3年后，都富林又被芒斯特小国王抢走了。接下来的剧情呢，按说是应该再抢回来，或者是厚积薄发等复仇机会什么的，可惜没机会了。纵使于德勒德一生抓住了这么多次机会，
一步步从出身名门的战士成为了爱尔兰海教父。但是这个年纪啊，到了就是到了。1095年，爱尔兰爆发瘟疫，据四大师编年史记载，仅这一年，爱尔兰就因为这场瘟疫啊，死了1/4的人。我们的爱尔兰海教父也没能幸免啊，死于了瘟疫。第4章维京八卦，他的八卦特别多，我就说一个最重要的吧。他私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开放了。有基因学家在2018年对马恩岛的住民做了调查，岛上大概20%的维京后裔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个祖先很有可能就是他。这种海王操作直接导致了一个惨烈的后果。他一死，长子就火速篡位，并且把弟弟抓起来阉割挖眼。到了孙子辈也是一样，对吧？篡位搞事儿，抓兄弟阉割致盲。这也就是为什么本周的人物介绍里说他后代间的内斗大幅削弱了他的成就。最后的第5章是围绕着于德勒德的一些传说，以及他与托马斯小火车的彩蛋为了不拖沓节奏，就放到视频最后说了。我们准备开始游戏本周成就是手足相残，与你的一位兄弟姐妹为了宣称而发动战争，这个算是背景关联成就。我呢想到一个更好玩的，依旧是上个月的模组推荐，我推荐了一个叫做迷离之秘的神秘学模组，我试了试，可以通过炼金锻造出增加寿命的宝物，还可以向孩子施展巫术以增强血脉之类的当然了，也有负面作用，刚好呢就可以筛选孩子，留下最强的一个这就不怕后代间的内斗削弱自身成就了。进入游戏，目前的马恩岛领主是葛弗里，就是前文收留我的老领主今年62岁。我手下的加洛韦伯爵是他的长子，就是他在老岛主死了之后继承到了马恩岛，接着被我进攻3次打了9年，夺走了马恩岛那位。卡里克、艾尔郡和外赫布里底群岛则是在老岛主的孙子手里，可想而知这个历史有多魔幻多乱了。不过说虽然魔幻对我们来说确是件好事儿，因为我们那都是一家人都是来自西古尔的宗族，而老岛主他们这一阵儿就刚才提到这仨死了之后，5块伯爵领就都归我们了，所以可以谋杀给他们都杀了。除了3位亲戚之外，还有一个来自于阿盖尔家族的封臣，具体呢就不细说了。总之100年之后，他的儿子战胜了于德勒德的孙子，群岛王国被打爆了，直接伪造宣称等会儿给他杀了以绝后患，别问就是看历史书了。至于生活方式重心，肯定是先来谋术重心，给马恩岛家都杀了再说。先来谋杀年纪最小的吧，原因很简单，因为年轻所以生育能力好，万一等会儿再生个孩子又得多杀一个。时间一跑，挪威国王着急加入战争，有一种说法是于德勒德他的妻子是挪威国王的女儿，游戏中也是这么设定的。所以我们与挪威有盟约那问题来了，帮还是不帮？当然是帮了。哈拉尔51岁不管是输了还是赢了，实力都很强悍。万一伊瓦尔家族这仨谋杀失败了，直接喊这哈拉尔来帮忙暴力囚禁抓也杀了。打仗的同时再拉拢下马恩岛领主，这位不算是我的封臣先拉拢好感让他臣服。战争战争是有风险的，有战争就有战斗，有战斗就有人死，只有真正的强者能够从战争中活下来。而我手下的封臣们那就是强者，我将带着27个征召兵固守本土，而我派出你们仨作为我最凶猛的战士，以我之名参与挪威国王的号召，直入伦敦攻下这个哈罗德首都。坏了，遇到哈罗德主力了但是没有关系可以看到哈罗德军队质量为正常，而我们的部队质量是精锐。战争爆发于埃斯卡费蒙德，双方打得难分胜负这叫一个激烈。最终战斗结果惜败我方3位勇士被哈罗德活捉了。一定是哈罗德会什么洗脑巫术，不然我派出勇士分分钟给咱们4家人全砍完了。好了，继续我们的谋杀亲戚一家大计继兄弟奉献自己好了找个谋略高的配偶，有机会再补偿你。又是一场战争，丹麦国王申索挪威王国等等，丹麦申索挪威那丹麦国王那是我兄弟我们都是西古尔的宗族一家人我怎么可能加入你去残害我的手足兄弟挂名参战好了，派27个老农假扮成地下旅行团送去西南观光得了。这父子俩分成给自己赎回来了那我相信你们上次只是失手了，你们父子2人即刻起身去攻打伦敦。怎么突然和平了？我差点就给伦敦拿下了，这个哈拉尔还是信不过我应该是哈拉尔要处理丹麦国王的申索了，所以英格兰无条件了。那私生子威廉肯定是赢了，这样送你们父子2人去西兰公费旅游好了去吧。继兄弟成年可以结婚了，我即将获得一个高谋略的内阁成员，而我的继兄弟就委屈感觉也
不委屈啊。有一说一，这个长相在随机人物中算好看的了，突然感觉他也不是很委屈了。71年4月，阿盖尔宣称伪造好了，我2岁的小女儿委屈你和这个也不委屈啊，和1岁的法兰西国王长子缔结婚约。近亲繁殖，那0.9的概率，那就不叫近亲繁殖了，这个叫多亲多近。来吧，合法剥夺阿盖尔伯爵领。这个马恩岛主的孙子啊，也跟着起兵反我。我本来计划好谋杀你了呀，你这自己送上门找死。不行，我不能白计划这么多年啊，我非要谋杀了你。好，杀了。不过这个凶手啊，被指控是我获得了谋杀犯与氏族亲者的特质啊，问题不大。他死后，他的父亲继承到了他的头衔以及战争。那这是好事啊，对吧？等会儿全扎起来杀了。等马恩岛领主这老东西死了，头衔就都归我了。战时儿子出身，起名叫托斯蒂啊。我有预感，你将会成为我最优秀接班人，改变我后代之间手足相残的惨剧。2年时间，战争结束，阿盖尔的领主就不杀了。虔诚对于这次的神秘学模组啊，还是有点太重要了。剥夺头衔丢地牢得了。至于岛主之子啊，直接杀了就好。现在岛主得到了所有头衔，今年69岁啊，不可能再生育了，给他谋杀了就好了。又无条件，丹麦伸走挪威无条件了。私生子威廉这边也没打赢，他的军队只有280人了，这是什么时间线，什么剧本呀？神了！马恩岛这边呢，我预测没错啊，这个老东西确实能活，72岁了还身体健康啊。不过可惜了啊，想让你死的人太多了。76年7月，我正式成为了。这小孩谁啊？这个老东西有能耐呀！72岁生了一孩子，72岁这老头跟他27岁老婆生了个孩子，没关系，一样杀啊，不差这一个。研究谋杀计划的时候出了个事件啊，我的骑士打算给我传巫术，那这太棒了呀，对吧？我以往我非得给你曝光了，但是今天不一样，想吃冰下雹子了，恭喜你传教成功了。2077年愚人节，这小孩也杀了啊。他的出身就像是这天节日意义一样，就是个笑话。接下来划分土地，卡里克和埃尔郡给长子，阿盖尔和外群岛当然是给我的继兄弟了，辛苦你和你老婆了。切到神学重心，准备开始研究巫术。先去坎特伯雷朝圣啊，准备点用来消耗天神值。一路无书跳过了。总之到家是78年10月了。神秘学有2个决议，第一个是去树林里找巫师，第二个是探寻更高奥秘，后者需要至少9点学识谋略管理啊。而这个于德勒德啊，他的能力太差了，老婆是挪威国王的女儿，他的能力也非常一般。那个这里不管怎么改啊，都不能同时至少9点。为了体验巫术，那只能离婚了啊！不行，我是一个世心禽兽啊，教皇不接受我请教，那只能将错就错，一块到底了，囚禁。然后处决。新的配偶一定要学识谋略管理都非常优秀，才能够提供足够的辅佐加成以体验巫术。比如说这一位管理谋略学识那都很好，就你了。探寻更高奥秘，3个选项，先来第一个吧，找个人来协助研究。第一个61岁，学识34，非常优秀。第二位31岁，29管理22学识，那后者吧，对吧？找来做财政总管，刚好研究神秘学，需要不少钱。森林女巫也找找看啊。3种药剂，来这个活力药剂好了。同样概率的3种可能性，吸收的好那就是万事大吉，吸收的不好呢会性无能，吸收的特别糟糕那就是不育。不管是哪个结果，喝了之后啊都会患病。那赌一把好了。好，性无能了。20年的增益啊，10勇5，每级威望2勇5，最大战斗头加2也行啊，我接受了。转眼3年 CD 到了，继续研究，先找女巫啊，看看别的药剂。洁净药剂，因为有性无能，所以多了选择啊！难道可以治愈吗？真的可以啊！失去性无能，代价是获得学历，那也行啊，对吧？不对，不行，要死了！再看看熊面药剂，有概率口齿不清或者口吃，这个问题不大。吸收的非常好，没有负面 buff， 太棒了！再探寻更高奥秘，这次举行奥数仪式看看。成功了，看起来啊，约束之血，患病和性无能都治好了，这个奥数仪式还能治阳痿啊，太行了！我们再杀个人吧。新任的挪威国王，因为我的儿子是和老挪威国王的女儿生的，有挪威境内的很多土地宣称，这个新任挪威国王啊还没有孩子啊，给他杀了，土地又都归我儿子了。
谋杀规划期间 CPU 好了啊，这次只有1支药水可以品降了，可能得鱼鳞病啊，这个也无所谓啊。好，吸收的不错。更高奥秘，这次试试潜心学习。好，获得了一些智者的经验啊，就这啊，早知道继续奥数仪式了，说不定鱼鳞病也能治好。好，时间差不多喽，挪威国王被我亲手谋杀了，现在我的儿子继承到了。嚯，这么大一块地啊！挪威境内有10块伯爵领，加上我给他2块，他都快算国王了，父凭子贵了。91年，长子18岁成年了，我又一次进入了森林，这次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我要给他弄点东西。药水呢，我自己都喝过了，效果一般。选择血脉之锅，锅里需要我的1只眼睛。熬制了之后，我的长子喝下药水，6成概率获得随机等级的3种优质血脉特质，4成概率获得面目狰狞加痴呆或侏儒，这个概率很不错啊！来挖，好，面目狰狞加痴呆啊，好感度减100，这个怎么说呢啊？运气稍微差一点点，不过虽然你破了相了，对吧？我也少只眼睛啊，我现在也长得丑没人爱了。继续探寻更高奥秘，这次是血迹。好，获得了倾国倾城特质啊！运气怎么又好起来呢？我要是我儿子，我还得再减100好感，被演员演了，我靠！好了，3年之期已到啊！我又来血脉之锅了，这次需要我的另一只眼睛，失去独眼特质改失明了，那没关系啊，为了我的儿子可以接受。6成概率获得健康血脉特质，2成概率无惩罚失败，2成概率获得侏儒啊！这次怎么可能失败了？哎，健壮如何呢？啊，成功了这次。你现在就是一个破了相的健壮大傻子了，而我呢，失去了我的1对眼睛。但是实话实说啊，这个号练废了，得开新号了。耶路撒冷十字军发起，受益人选小女儿吧，总得留1只正常一点的血脉下来。95年儿子出生，这是第3个儿子啊，这个我亲自教育好了。为什么我失明了还能写日记啊？啊，不要紧，这个举行仪式还能治阳痿呢，失明写日记算什么？十字军发起了，依旧是直接送就得了，贡献第1没有什么问题。哎，我还能熬药啊？这次给地球人加 buff， 我需要贡献自己的，这下成阉人了啊！没事，为了孩子对吧？这算什么呢？不过要是还有下次的话，我还能割点什么呀？几年后的十字军结束了，我的女儿成功当上了耶路撒冷国王。这个号虽然也一般啊，但是好在没有练废。接下来让我们达成成就吧，剥夺分成头衔，引起反暴政战争，然后投降。现在扮演的就是长子了，继续非法囚禁，引起战争，投降。现在扮演的是小儿子，然后宣战兄弟，夺取自己的宣称。宣战后成就解锁，手足相残，即使借助巫术的帮助啊，还奉献了自己的1对眼睛，还被阉了，依然是没有能改变真实历史走向。好了，我们继续第5章，先来说说于德勒德的传说吧。于德勒德这样的传奇人生，自然也少不了围绕着他的传说。他死后化身为了神话般的奥里国王。第一个传说是银河天子，他初次登陆马恩岛时候，岛民问他从何而来，于德勒德抬手指向银河，说这就是通向我故乡的道路。直到今天，马恩岛方言中依然称银河为奥里国王的伟大大道。第二个是屠龙勇士，这个就很简单了。于德勒德病亡于苏格兰艾拉岛，当地居民说他在一个要塞附近亲手斩杀过一条龙。第3个是认祖归宗啊，这个太爷看哪儿我看哪儿。马恩岛有一处历史景点叫做奥里国王之墓，说是这位爱尔兰海教父啊就埋在这儿。尴尬的是，现代的考古学家一挖才发现，这座墓是比他早了5000年的一座来自新石器时代的巨石墓啊。最后呢，还有个好玩的，托马斯小火车大家都看过吧？没想到托马斯和于德勒德还有关联吧？动画的世界观里的索罗岛在不列颠本土与马恩岛之间，小火车的故事中有一处叫做克罗万之门的所在。设定集中说这个名字啊，来源于此处狭窄的关隘地形。于德勒德在这里率领着300士兵挡住了4000人的诺曼军队。援军来了之后，放诺曼军队进入了关隘，关门打狗，并且全歼这支军队。当然了，这个不是真实历史啊，而是托马斯小火车的设定啊，没想到吧？反正我是真没想到。好了，总之呢，这也是徐人梦。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务必3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